男人第一天上课就布置了一份史上最变态的作业，他要求孩子们在半年内独自做出一件足以改变世界的事。此话一出，大家都觉得新来的老师是个疯子，但唯独这个少年却在此刻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在黑板上画下4个圆，上面的代表自己，另外3个则代表陌生人。男孩会帮他们每人做一件事，而作为回报，他们需要各自再去帮助3个人。只要经过17轮传递，这个创举就能覆盖全世界。听完小特的描述后，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件事情绝对做不成。没想到老金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结果固然重要，但探寻结果的整个过程却更显得弥足珍贵。老师的肯定让小特愈加坚定了心中的信念。于是在放学以后，他迫不及待地来到贫民窟，仅仅1个对视，他就找到了那个自己想要的人。小特为新朋友准备了一份简单的晚饭，虽然两人没有什么交流，但只有小特知道自己在改变世界的道路上成功地踏出了第一步。晚上起夜时，小特隐约间闻到一丝酒气，他循着味道走进母亲的房间，竟真的发现了对方酗酒的证据。这一刻他失望至极，母亲明明保证过滴酒不沾，可他却轻易撕碎了自己的承诺。次日清晨，宿醉的阿林察觉到儿子的异常，他立马意识到自己酗酒的事已经被发现了，可他刚要道歉，却被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吓了一跳。虽然小特在一旁拼命的解释，但他还是将男人轰了出去。从儿子口中得知，黑哥是他刚交的朋友，而之所以要和流浪汉做朋友，则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于是在得到答案之后，阿林便带着满腔的怒火，直接闯进了小特所在的班级。Yes, I'm Eugene. What did you tell my son to make him bring a homeless man into my house? 面对来势汹汹的女人，老金被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在弄清对方身份后，还是耐心地给出了解释。他并不指望学生们真能改变世界，他只是想让孩子们学会思考，并努力尝试。本以为自己已经说得够清楚了，没想到面前的女人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一直揪着改变世界这4个字不放，沟通失败的两人最终不欢而散。回家以后，阿林准备补个回笼觉，可他刚刚睡下，却被一阵隐隐约约的敲打声惊醒。他循着噪音来到车库，果然发现了一个猥琐的男人。虽然手持电磁加农炮，但他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Please don't pick it up. Please don't. I'm not moving. 没有丝毫动作的男人让阿林紧张的心情略微舒缓了一些。趁此机会，对方连忙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其实是来修车的。直到这时，阿林才终于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他立即质问黑哥到底和儿子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想到答案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原来小特为了让对方振作起来，居然把攒了10年的零花钱全给了他，而黑哥也用这些钱换了一身行头，重新找到了工作，甚至还下定决心要将毒品彻底戒掉。阿林本以为对方是在用修车的方式回报小特，没想到黑哥却摇着头告诉他，自己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让爱传出去。世人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讽刺的是，绝大多数浪子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某天放学后，小特来到黑哥家探望他，但紧闭的房门和密不透风的窗帘却让他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果然，当他敲响房门以后，里面竟传出一道陌生的声音，对方告诉他黑哥不在家，并让他赶紧滚蛋。小特隐隐感觉到黑哥恐怕已经重新堕入了深渊，他本可以转身就走，但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尝试。 Please come out, Cherry. 小特最终也没有等到黑哥的回应，只好失望地离开。而他帮助陌生人的第一次尝试也在此刻宣告失败。但挫折并没有打倒小特，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一个新的人选已然浮现在脑海之中。隔日中午，小特递给老师一张神秘的纸条，接着就一言不发匆匆离开。而老金看着上面的内容，虽然满脸的疑惑，但还是在下班之后第一时间赶到了小特家。对于老金的来访，阿林似乎一点也不意外，他直接将对方迎了进来。由于上一次的交流并不愉快，两人或多或少有些尴尬，可简单聊了几句后，他们却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上了小特的当。原来男孩骗妈妈说是老师主动要求家访的，然而他留给老金的纸条上却是以母亲的名义邀请他来家中做客。面对如此尴尬的场面，两人之前的那点误会终于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表达歉意，阿林真诚地邀请对方共进晚餐，但两人并没有察觉到角落里有一双眼睛正在时刻关注着他们。没错，老金就是小特选中的第2个帮助对象。在开学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发现老师表面上谦和开朗，但内心其实非常孤独。恰好自己的母亲也是单身，于是便产生了撮合2人的想法。可成年人的世界哪有这么简单？前脚刚刚送走老金，下一刻阿林就走进了儿子的房间。他埋怨小特不该冒充自己写信，更不该胡乱撮合姻缘。但男孩并不这么想，他觉得母亲整天偷偷喝酒，并且始终忘不了他的酒鬼前夫。可若是母亲能嫁给老金，那对3人来说都将是最好的结果。母子间的争吵愈演愈烈，终于阿林失魂落魄地逃出房间，这是他第一次对儿子动手。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发疯，只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但往日的入口柔一线喉，却在此刻化作酸甜苦辣咸，根本难以下咽。平复好心情之后，阿玲决定主动道歉。可当她推开房门，竟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后悔的母亲连忙报警求助，然而派出所却以失踪时间太短为由，拒绝出警。走投无路的女人只好将电话打给了老金。在他的帮助下，阿玲最终在车站里寻到了小特。她为自己之前的错误行为感到深深的懊悔与自责，并保证会在儿子的监督下改掉酗酒的恶习。感受到母亲的真诚，小特也终于原谅了她。一夜的共同经历让阿玲和老金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这天起，老金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他开始注意起自己的着装。他会故意跑到阿玲工作的地方，假装不经意的偶遇，还会在共进晚餐之后贴心的将对方护送回家。可每当阿玲想要更进一步时，他又会落荒而逃。男人的心里似乎藏着一个很深的秘密，而那刚刚萌芽的爱情也在这漆黑的夜里摇摇欲坠。第二天一早，小特在上学途中目睹了一起校园霸凌，3个壮汉将同班的卷毛扔进了垃圾桶。小特本打算上前帮忙，奈何敌众我寡，帮助卷毛的计划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路过的老金发现了坐在长椅上的少年，从对方口中得知他正因没有帮到卷毛而深深自责。老金以为他是在担心作业的评分，便安慰道，结果并不是评分的关键，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但很明显他理解错了，小特最希望看到的是世界因此而发生改变。男孩的一番话深深触动了老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等到夜晚降临，他终于鼓起勇气再次找到阿玲，彼此间的关系也在这一天更近了一步。次日清晨，留宿的老金和早起的小特在卫生间里不期而遇，但不同的是，有人尴尬的想要钻进地方，有人则兴奋地问个不停。而那本已经宣告失败的帮助计划也再次看到了成功的可能。随后的日子里，快乐填满了3人的生活。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彻底打破了这一切。前夫哥的突然出现让老金不得不默默离开，生活似乎又回到了从前那样，一个人整理衣物，一个人下班回家。这天阿玲找到老金，她想要解释一下自己的选择，并希望得到对方的谅解。因为前夫哥已经戒酒成功了，虽然他从未尽过一个父亲的责任，但阿玲还是想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然而女人幼稚的想法却遭到老金无情的嘲笑。这一刻，他终于揭开了自己尘封多年的伤疤。原来老金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他和母亲经常会遭到父亲的毒打，但每一次父亲道歉后，母亲却总会原谅他。直到有一天老金长大了，他想要带着母亲逃离这个魔鬼，没想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This gas can, this red gas can from his truck. And he looks at me one last time. And he lights a match. 阿玲很同情老金的遭遇，但老金根本不需要，他只希望小特不要重蹈他的覆辙。果然，前夫哥才回来几天，就撕掉了自己的伪装。他暴躁的脾气让母子2人时刻处在窒息的状态。阿玲无比后悔没有听从儿子的劝告，但好在现在止损还来得及。为了修复母亲和老金的关系，小特在下课后并没有离开。他告诉老师，母亲已经认识到错了，希望老金能够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可老金并没有答应少年的请求，至少此刻他还无法原谅阿玲。几天后，小特迎来了自己的10岁生日，可他刚吹完蜡烛，竟然真的听到一阵敲门声。男孩以为是自己许下的愿望实现了，结果却发现门外站着个陌生人。男人是一名记者，而他来这里的目的则是为了采访让爱传出去的发起者。阿玲并不相信对方的说法，毕竟这只是儿子的作业罢了。没想到男人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让爱传出去这项运动已经火遍了半个美国。原来就在一个雨夜，记者的座驾被人撞成了一堆废铁。正当他不知所措时，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老头，对方送了他一辆豪车，然后就消失在大雨之中。记者本以为这件事一定藏着什么阴谋，但却在几天后收到了过户通知。为了弄清真相，他根据过户信息找到了老人，在一番死缠烂打之下，竟然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老人的女儿患有哮喘，某天夜里她突然发病，可2人在医院里等了几个小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而这一幕恰巧被一个受伤的黑人发现，于是他便用最有效的方式帮助了他们。当老人要表达感谢时，对方却告诉他去帮助另外3个有需要的人。记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从老人口中得知了黑人的消息，便马不停蹄地寻了过去。监狱里，老黑对自己帮助陌生人的行为异常自豪，他骗记者说让爱传出去是自己提出的观点，而他也正在监狱里推广这项运动。但很显然，记者对他的话是一个字都没信。经过一番斗智斗勇，老黑半真半假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那天晚上，他偷了一台音响，在被警察追赶的途中，遇到一个好心的老妇人。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他连忙坐上了对方的破车。等到安全之后，老黑问女人为什么要帮他，最终得到一个让爱传出去的答案。循着这条线索，记者在贫民窟里找到了他，2瓶茅台下肚，老妇人便打开了话匣子。5年没联系的女儿突然在某天找到了他，
对方告诉老妇人，自己已经原谅了他年轻时犯下的错误，甚至还打算将他接回家。女儿对自己态度的转变让老妇人非常惊讶，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得原谅。她问女儿为什么这么做，同样得到了那个答案，让爱传出去。通过记者的描述，让阿玲清晰地认识到儿子发起的这项运动也许能够改变无数人的命运。于是在派对结束之后，几人将采访地点定在了小特的班级里。采访过程中，记者询问小特是否觉得很自豪，毕竟自己发起的运动已经传遍了美国。但小特并不这么想，他认为这都是母亲的功劳，是他鼓足勇气去跟外婆和解，才会让爱传得那么远。反观自己每一次的努力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其实害怕改变是大部分人的常态，可一旦习惯了糟糕的现状，那每个人都会输掉自己的人生。少年简单的话语让母亲和老师感同身受。这一刻，老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悸动，他不想成为小特口中的输家，更不想再逃避两人之间的感情。 Please don't let me stay trapped in here forever. 同一时间不同的地点，黑哥也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在购买违禁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想要轻生的女人，看着对方无助的样子，他仿佛看到了2个月前的自己，而原本对毒品的渴望竟在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紧接着，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成功打消了女人轻生的念头，而这份爱的传递也让他彻底完成了自我救赎。结束采访后，同学们各自朝着回家的方向离去，但唯独卷毛每天都会遭到特殊待遇。这一次，小特不再选择视而不见，而是直接冲向了对方。楼下的扭打声瞬间吸引到老金2人的注意，当看到是小特被欺负后，2人更是用尽全力的向下跑，可他们终究还是晚了一步。经过长达9小时的手术，医生最终还是没能把男孩救回来。小特在最好的年纪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想在小特人生的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他没能看到在自己的努力下，那3个被他选中的幸运儿其实已经得到了救赎。但同时小特也是无憾的，因为让爱传出去的运动已经成功改变了无数人的一生。他本是平凡少年，却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一个奇迹。愿他在天堂从此不再烦恼，愿整个世界从此变得美好。